女娲补天原来补的是天数。大家好，我是温中野。女娲补天的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是它并非是神话，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但是它背后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传说上古时期共工与颛顼交战，共工被打败了，一气之下用头去撞天地间的支柱不周山，导致了天塌地陷，天河之水流入人间。女娲不忍心看到生灵涂炭，于是就炼出五色石补好天空，世间才恢复到归于平静。看似一个离奇的传说，但是却在《淮南子》《史记》等多本古籍中都有记载。而《列子·汤问》中写道：“女娲补天时，折天柱，挖地为，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料归焉。”这里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天倾西北所表达的其实是天文观象，因为在5000多年前，最靠近北天极的是天一和太一两颗星，在宋代以后呢，被人改名叫做天乙和太乙。这两颗星就是道教和术数领域地位极高的两颗星。西周初年，北天极被移动到了地形明显向西北倾斜，到了战国还进一步倾斜，而今天的北天极呢，已经是勾陈一了。这是由于岁差会让天极，也就是我们地球自转轴的延长线做缓慢的圆周运动，而运动的方向呢，它一直在变。那观察天体也就跟着变了，便有了传说中的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天塌地陷的视觉效果。而在术数的领域里呢，奇门遁甲中也有这个西北天门，东南地户的说法。而女娲补天，它补的究竟是什么？其实这里补的根本就不是天，而是天数，是女娲对日期的修改，也就是天文历法。上古时期呢，人们使用的是10月的太阳历和12月的太阴历，用来划分节气和指导农业。直到大约13000多年前，发生了新仙女木事件，也就是陨石撞击北极圈和北美洲，导致了地球进入大范围的自然灾害，火山、海啸、冰川融化，海平面也上升。这一时期也恰好对应了女娲补天中生灵涂炭的场面。后来经过了1000年，灾害才得以平息。原来的历法呢，失去了指导农业的耕种作用，需要重新修订。女娲一族便不断地通过观察太阳和其他星体的规律，重新修订了历法。在那同一时期，也创造出了五行和10天干12个地支微妙的关系，对人的生活的结果的影响。大家要感兴趣来主页粉丝群，免费领取一份5天易经玄学的课程，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些宇宙星辰和易经对我们人的影响。了解个皮毛，就能对我们的生活起到很大的帮助了。而女娲补天之前呢，每年是360天，女娲补天之后呢，加了5天的过年日，变成了每年365天，而每4年还要闰1天。传说中女娲补天用的5色石，正好对应了这加的5天。有这样一个人，他在行刑前曾说过，他能打开秦始皇的陵墓，并且100个考古学家放在一起都不如他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当代的一个真实的人物，叫姚玉忠。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上网查一查。他1962年出生，2017年被捕。在这几十年间呢，他盗墓超过200多座。此人只有小学的文化，但是流传他会看天象，他会根据星辰的位置，手中的罗盘就能看出方圆100公里之内有没有古墓的存在。如果没有掌握这个能力他也不可能盗墓能达到200多座这个数量。考古学家这个他还真是做不到，因为一般人呢确实也找不到。姚玉忠一般是白天一个人踩点，而更加神奇的是，他工具是自制的，并不是洛阳铲，但是要比洛阳铲的性能高出很多，扎进土里再拔出来，通过观测泥土的颜色变化，便可知道下面是否有墓穴的存在。除此之外呢，他还会使用一些罗盘仪、3维立体成像仪这些现代的手段。他只要认准一个地方，就一定要挖到东西才肯罢休，所以他也是习惯同一个地方进行多次的挖掘，这也有可能是他最后落网的原因。传说姚玉忠的一生之中因为挖墓的数量过多，所以他也碰到过血墓、血棺，这都是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才看得到的，而在他的人生之中确实是真实都存在的经历。但是他的成绩呢，也足以证明古人留下的观天象、分金定穴之术还是很准的。他确实的亲口说过，他可以打开秦始皇的陵墓，但可惜呢，如此大才却没有选择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没有给国家效力，他只是为了一己私欲，触碰了法律的底线。有人说论能力姚玉忠的手艺不空前，但是也绝后了。大家如果对传统文化感兴趣呢，可以点击头像来我的主页粉丝群，免费领取一份易经5天的直播课。没有时间看呢，还给回放的内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大家入门。传统文化我们要传承下去，不要让我们的古文化再绝种了。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个历史上极具神秘色彩的道教人物丘处机。丘处机字密通，号长春子，
是全真七子里面1号的神秘人物。在1221年呢，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当时的成吉思汗他在哪里啊？他在西征的路上，号称西域大雪山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今天地图上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那么丘处机当时在哪里啊？在山东。当时丘处机多大年龄？73岁。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期的人平均的寿命也就是在30几岁。在得到诏书之后呢，丘处机马上带领他门下的18弟子从山东出发，穿过蒙古、哈萨克斯坦，翻越了秦岭，走过了大漠和皑皑的雪山，足足用了2年的时间，最终在西域的大雪山见到了成吉思汗。我们想啊，一个73岁的老人当时能够活着就已经是个奇迹了，他竟然还能够翻山越岭2年，而去那么远的地方。他门下的18弟子呢，很多都受不了这个舟车劳顿，死在了路上。我们可想而知啊，这个丘处机他肯定不是一般人，是有一些道行的。所以有人说，这个道教的炼丹其实是很恐怖的，它是很深的学问在里面。我们很多人了解道家炼丹通过的是水银、汞还有铅这些重金属去做丹药，其实呢这些是外丹，真正的道家都会去修炼内丹的。那什么是内丹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啊当做一个鼎炉，然后用什么去炼呢？用身体里的精气神去炼。当你练到至高境界的时候呢，人的身体里就会出现一种丹，叫做凝神丹，它就好像佛家的舍利子一样。据说啊，道家的另外一个人王重阳，他就炼出了这个凝神丹，最终还羽化登仙了。和丘处机一样，王重阳啊，他也不是武侠小说里的虚构人物，他是真正的全真派的祖师爷，并且他也真的是一个绝世高手。那么王重阳他炼丹是在哪里炼的呢？古籍记载啊，就是在终南山的活死人墓里。终南山是什么地方？那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地方。我们中国都知道有3条龙脉，其中终南山就是在中龙脉的秦岭中段。好，有关于秦岭终南山的神秘之处呢，我们下期再见。喜欢玄学的呢，可以在我的主页粉丝群里面免费领一个5天的易经直播课，还给回放的内容和易经玄学的笔记。感兴趣啊，我在粉丝群等着你。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幅图至今为止啊，是科学界和医学界无法解释的现象，同样都是来自于几千年前的古象雄文明。你们仔细看，一个圆圈一个圆圈的，这是记载了一颗受精卵在刚开始成型一直到成人的过程，也就是在肚子里的变化。这个就更加让人觉得恐怖了，在那个没有任何仪器辅助的年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所以啊，西藏的古象雄人是非常神秘的，他还不像其他的民族，比如我们知道西夏是党项人，辽国是契丹人，他们这个种族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最后怎么一夜之间就突然的消失了，只知道他们曾经几千年前在西藏这片雪域高原上生活了很久的一段时间，但是除了大藏经之外，又一点线索都没有。好，西藏的故事我们下期继续。